我们介绍一下 CPU 和 CPU 之间通过 Modbus TCP 来通信 EC300 系列 CPU 和 EC300 系列的 CPU 通过 Modbus TCP 这种通信协议进行一个主从式的通信。打开编程软件新建工程，选择一个工程存放的目录，点击确定。选择合适的 CPU 型号，选择 ST 编程语言。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主站的简单的一个工程。双击设备，扫描网络。这里有2个 CPU。点击扫描网络，这里扫描的2个 CPU。通过交换机我们连接了2个 CPU， 所以电脑扫到的2个 CPU。我们将这个 CPU 作为主站，也就是将这个 CPU 作为主站。电脑和主站的 CPU 连接成功以后，点击设备，右键添加设备，点击总线，选择 Ethernet， 添加设备，选择 Modbus， 选择 Modbus Must， 将它配置为主站。关闭。双击 Ethernet， 选择网口2。选择网口2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将主站的网口2和从站的网口2进行相连，通过网口2来
通讯。右键添加设备，添加从站，关闭，双击从站。这里我们需要添加从站的 IP 地址，我们先关闭主站的工程，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从站的工程文件。创建工程，选择一个合适的目录，工程名称，从站，点击确认。选择合适的 CPU 型号，我们这里从站的 CPU 型号就是这个从站使用的是 AEF2。工程创建好以后，我们这里有一个 Modbus Device， 我们双击打开 Modbus TCP Device， 对从站进行一个配置。我们将从站的 Modbus TCP Device 功能启用起来，这里的只要改为 True 才会启用起来。端口号是502。启用好以后，我们将工程下载到从站里面，双击设备，扫描网络，将20.80作为从站，点击确定。电脑和从站连接成功以后，我们将工程下载到从站里面。
运行起来。接下来我们回到主站的工程。我们回到主站的工程以后，我们需要填写从站的一个 IP 地址。在这里，从站 CPU 的网口2，这个网口的 IP 地址是，我们可以通过网页来进行一个查询。打开网页，输入这个 CPU 的网口1的地址和端口号。因为我们通过黄色的这根线和电脑连接，所以我们要输入网口1的端口号和 IP 地址。点击确认，选择网卡，刷新一下，网卡，选择网口2。配置一下 CPU 2的网口2，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网口2的地址是 21.81。回到主站的工程，填写一下 IP， 端口号是502。配置一下通道，这里可以添加通道。这里有读和写，选择代码3 ，reading holding read holding regist， 这个选项是读取保持性存储区，这个选项是读取输入寄存器，读取输入寄存器，读取线圈数据，输入线圈。这个是写单个线圈，也就是输出区，写单个寄存器。在这里我们选择保持性寄存期。偏移指的是往后偏移几个字，这里不做偏移。如果我们往后偏移，我们可以填写任何数值，比如填写1，往后偏移了一个字，读取往后偏移的一个字的数据，这里不做偏移。长度是一个字，确定。I/O 映射，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读取的数据，也就是这个通道，读取的数据放在了主站的 IW0，这样我们主站就配置好了。将工程下载到主站的 CPU。我们先退出一下，将 I/O 映射选择为使能2。
点击运行，我们可以看到主站和从站已经通讯连接成功。现在我们回到从站，先退出。我们对 MW0 写入一个数值222，下载。从站的 MW0 这个字，它已经被赋值了222。我们热复位一下，因为刚刚从站下载程序的时候断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读到了222。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下写，我们再添加一个通道。我们选择16。偏移是1，长度是1，确定。I/O 映射。通过对 QW0 这个字的一个赋值，可以将数据传到从站。是。我们回到从站工程，先退出。创建2个变量。点击运行。我们回到主站，热复一下，因为刚刚在从站下载程序的时候断了一下。221，写入221，写到从站。写入。我们打开从站的工程，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221。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偏移，这里的偏移是相对于MW0来进行一个偏移的。通道编辑，我们将偏移值改为2，确定下载。通道输出这个地方，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字，调试写入，再回到重站，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它的 MW2 变为了231，它的偏移量是2，所以它的数值会写到 MW2，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偏移。EC300 CPU 通过 Modbus TCP 之间EC300 CPU 和 EC300 CPU 的通信通过 Modbus 通信主从通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